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没什么意思的魔玩分享时间啊！今天我们要看的玩具呢，就是这款来自于万代 SHF 线的一个，出自于这个是阿索卡剧集版的一个 Anakin Skywalker， 我们的一个安妮终于时隔多年之后又出了这个造型装扮，应该是和西斯的复仇版本的那个时期的一个造型啊。盒子侧面就是它玩具的这次一个官图啊，从这个官图上看，脸还是很正的啊。实物怎样啊？我们稍后再看。背面呢，就是它在剧集中和阿索卡那个像是在原力那个反正那个场景叫什么来着？就是梦幻对决的一个场景啊，以及它的一个替换面雕，以及这次呢是给了2种光剑，红色和蓝色，一个日版的包装啊。另一边呢就是剧集的名字，顶部刚刚看过，底部是一个厂商信息。这次呢盒子呢是一个战损版的盒子，这个没什么好说了。说到盒子呢，就和之前的一个 C4 的复仇版2018年的版本，时隔7年的一个版本比较一下，盒子厚度呢是一致，在宽度上面呢是差不多多了一个2厘米左右的一个宽度。从包装的开窗上目测就是少了一套红色光线的零件啊，整体上感觉是大差不差，都是有3个面雕的一个样子。但是呢，之前西斯的复仇版本好像是已经堕入黑暗面之后的造型啊。虽然说这个怒吼也是蓝眼睛啊，并不是这个平静脸的橘色眼，但是总觉得它离光明面越来越远了。还原剧情中的一个画面，也是一个在试图对决的一个熔岩场景。好盒子我们就看到这边，我们来打开玩具看本体吧。好，把玩具从盒中取出来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样子啊。可以看到这次的面雕，第一眼看过去还是有个7、8分像的吧。整体上还是满意的，特别是和之前的一个版本比起来呢，是明显感觉是要好上不少的。虽然说我这个之前是替换了一个西斯眼的一个面雕。如果换成平静脸的这个也不算平静吧。两者在默认蓝眼的头雕上虽然说之前前一版的造型眉间更紧皱一点，这次更平和一点，但是可以看出五官轮廓上呢，至少感觉比一没那么宽大，更像海灯一点。除去面雕部分呢，从身上的一个整体来看，我经过一番比对之后呢，就觉得除了它上半身这个 V 字形的零件就外衣零件是新开模完全不同之外，其他上下四肢鞋下半身的服装，从纹理上来说应该是同模零件。因为从服装的褶皱这种纹理造型几乎就是一模一样，至少我肉眼分辨不出区别。但是在这个黑色的外衣方面呢，在上半身至少是可以看出完全是新开模的一个模具，但是内衣底衣部分呢，它的纹理又是一模一样，所以说我觉得新开的可能就是这个软胶的部分是新开的，其他就应该是沿用旧模了。然后配件方面呢，它给了除了身上这个可以摘下来的一个光剑剑柄之外呢，还给了展开形态的光剑，而且这个展开形态光剑呢，不出意外又和之前的版本是完全同模的一个版本，但是在涂装上呢，稍微有一些深浅上的区别吧。但是毕竟是一款7年以前的产品了，我不太清楚是岁月造成的呢，还是工艺上的一个区别。当然这次呢还给出了一个光剑挥砍的一个特效件，这算是近2年星球大战人偶比较标配一个零件了。插拔呢也是直接把光剑上段拔出就回，但是这里面孔洞的记住是有角度限制的大家
并不是一个直愣愣的一个圆孔，大家插拔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它的一个对准角度啊，再插进去就可以还原出一个劈砍的一个挥动造型。同样的造型，它还会有一把红色光剑啊。如果你不介意剑柄造型的话呢，你是可以把旧版的光剑拔下来，插进去进行一个双持的一个把玩。我看一下，对准角度，对，就是可以有一个双持光剑的一个造型。但是呢，它万代小气就小气在它并没有给你一个完整的一个剑柄啊。你如果没有上一代版本的，或者说是23年再版的上一款造型的 Anakin 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双持的。手型部分和上一版本维持了同样的一个规格，分别给了除了默认的一对握拳手之外呢，分别给了一对开掌手，以及一对光剑的握持手。光剑握持呢是有一点点往外弯斜的一个斜持的一个造型。最后面雕部分呢，这次也是给出了一个平静的微笑脸，以及C4橘色瞳孔的一个眉头深锁的一个造型。替换方式呢，就是把前发呢先要抠开啊，和之前的版本连着前发一起换的方式呢，这次不一样。这次可以看到一个中年发际线上移之后的一个 Anakin， 以卸下它的一个面雕，可以看到里面长长的一个关节连接桩，插上它的替换面雕还是比较紧的，再安回它的一个前发。替换前发的造型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至少比之前连着前发替换呢，虽然说在操作性上稍微繁琐一点，但是在最后呈现出来的一个感觉上，发际线和脸部的这轮廓界限方面呢会更好一些。好，这个样呢就和之前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平静的皱眉脸算是同一份儿的表情，但是眉宇之间还是要比之前的要更显得平和一点，算是万代精准的刀法，把两款的一个表情呢是给你区分的明明白白。在可动性方面呢，依旧是和上一代基本上是一样，因为它替换的新零件也只有这个软胶的一个外衣部分，所以说应该是没什么区别的。头部它头脖部分呢是两段关节，低头可以到这样的幅度，抬头呢因为头发这边呢也是有可动的，所以说它干涉并不是太大，可以有这样一个抬头幅度，这点要好评啊。左右转头呢你360度可以，但是没有必要，因为如果你要完全不穿帮的话呢，你是需要动它脖子一起跟着脖子转的，而且它因为双头节关系呢，就是转有这样一个 pose。手臂部分呢，它有一个轻微的外摆内收的一个蝴蝶关节，然后360度转呢也是可以，但是呢它因为一个造型的关系呢，它是不能笔直往上抬的，它会有一个往外摆的一个趋势。上臂呢是没有平转的，所以说它整个平转的角度呢是限定在它肩膀内的这个关节，角度非常有限啊。曲肘部分可以来到这样一个角度。手腕呢它是一个双头球冠，所以说呢它是可以经典的外摆内收旋转都没有什么问题。腰腹部的可动呢，因为它的一个造型的限制所以说上半段的胸腹部呢是几乎是没有可动的，它主要可动就是在腰部，它有一个前仰比较不错的幅度，但是弯腰呢稍稍弱一点，但是也算是可以了吧。整个幅度还算是令人满意的，前后加起来大概有30到45度左右一个幅度，松紧度稍稍松了一些，可以看到它是没有办法负担它的一个下盘的一个重量的。旋转360度也是可以，腰带呢是独立一个零件，所以说它会自己转。下摆部分呢，它因为整个衣摆都是软胶腿部关节呢，它还是有一个向下拉伸的关节，所以说虽然说它可以前踢到90度转，但是它也是
并不是笔直往前踢的，稍稍会有一点往外侧踢的一个角度，但是前踢到90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屈膝关节呢也是稍微超过的一个90度幅度。大腿呢是会有一段拉伸关节，可以通过脚掌看到它两个上下的一个幅度区别啊。大腿平转左右是这样一个幅度啊，侧踢是可以到60度以上的一个角度，但是会被100件的推回来。后踢呢，因为它屁股造型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说它是几乎没有什么角度的。脚踝部分的一个接地呢非常弱，因为它靴子造型的关系啊，基本上只有这样一个幅度。左右接地，前后接地呢也是不太大。可动性方面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水平了。好最后总结下这款阿纳金呢，我是可以给到一个5分满分的一个评价的啊。虽然说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从手头的把玩情况来看呢，它在造型还原度上可动性表现上呢，都非常达到我的预期，甚至于超过了那么一点点。其实我本来说实话对它的头雕提升可能还是有点保留意见的，因为其实之前这款到手之后呢，是令我大跌眼镜。包括23年再版之后呢，它也没有做出什么改良，而且在近2年万代的所谓3D 打印的这个头雕呢，比如说欧比旺什么，它在脸上的墨点呢是非常的严重的。但是可以看到这款在脸上的它的一个墨点控制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并不会让你觉得它有非常严重的一个怎么说呢 3D 打印的那种马赛克的一种感觉，细看哪怕镜头怼得那么近也是没什么问题。甚至它在右眼处的一个伤疤呢也是非常细致的一个还原出来，并不是一点点的 3D 马赛克的那种点，这是让我非常满意的。但是呢，最近这一款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它的价格呢是有一点点高的，相对于同类型的星球大战的人偶的一个价格呢是有一点高，所以说喜欢的小伙伴呢建议还是再观望一下，因为大家知道，之前欧比旺剧情版的那个欧比旺是和达斯维达应该是降价的蛮厉害的，这款会不会降的不太好说，因为阿纳金的人气摆在哪里，对吧？好今天的节目呢就简单录到这边，感谢大家能够看到最后。如果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呢，记得给我1键3连支持我，你们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我们下次再见了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